这个女人的老公受伤后，总有别的男子来帮她干活，她不但不拒绝，还非常享受这种感觉。这个女人的老公看到后吃醋了，待在家里动不了，怎么会好受呢？外面天气可好了，万里无云，那天瓦蓝瓦蓝的，可惜某些人看不到啊。傅少铎知道他是故意逗他的，抿了唇不说话。你呀，就是嘴硬，明明一点都不好受，还逞能。要不我让小王给你做个轮椅，那样就能推着你出去了。别麻烦小王了，他又不是咱家勤务员，不能给人家派那么多活后，还要再派活。你都听到我们说话了？怎么会听不到？声音那么大。我让他干活，还不是因为你腿受伤干不了。本来我寻思我自己干，累就累点，可人家小王主动说帮忙，得，轮椅不做了，但菜地和鸡棚可和他说好了，你不能不让。好吧，但就这2件，以后不能随便给人派活了。以后再有什么活，等我腿好了帮你干。这腿赶紧好吧，真耽误事。别叹气了，我多做点吃的给你补补，很快就能好起来。想到这，江庆赶紧去冲了杯奶粉，偷偷把接骨粉倒在里面，拿勺搅匀，端去给傅少铎喝。看着傅少铎一口气把牛奶喝光，江庆接过杯子，那你在家休息吧，我去地里干活了。去地里干完活下工，江庆跟何春平一块往家走，吴丹今天也和他们一起走。你怎么不坐自行车？你家罗宝民怎么也不骑车了？这还得感谢你，我现在的气色越来越好，身体也不虚了，最近可有劲了。这可太好了。我和老罗商量，等过了这段农忙，我俩再去一趟哈市，再去看看，要是没问题，我们打算要孩子了。后面那一句吴丹声音压得很低，脸红红的，显然是不好意思了。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，要不是有这张药方。别跟我来这套，咱们之间什么关系呀？哪还需要说谢谢？说不定以后我还有事要你帮忙呢，这都说不准的事。你要有什么事，尽管和我说，我肯定全力以赴。对了，这周末终于可以去县城采购了，半个月去不了县城，我家里东西都不够了，得买块肥皂，还有吃的，盐、酱油什么的。盐和酱油，总场小卖部就有卖的。总场小卖部东西不全，我还是想去趟县城，把缺的东西一次性补上。那样也好，春平姐，周末我和你一块去。他也该去趟县城了，不然空间里的东西没理由拿出来。旁边吴丹也打算和他们一起去。那行，咱们说定了，周日早上我过来叫你们。江庆和吴丹都点头同意。春平姐，有个事我想问你。啥事？你尽管说。江庆瞅了瞅四周，没有别人。县城里除了供销社，还有其他地方卖东西吗？其他卖东西的，你想买点啥？我想买点供销社没有的东西，就是那些不好买的。我家老父受了伤，我想给他买点营养品补一补。何春平神情紧张起来，压低了声音。你想问的是黑市？黑市那里能买到供销社没有的东西？江庆装作不知道黑市是啥的单纯模样。不行，不能去那儿，那不是个正经地方，去了万一被抓住，可是要进公安局的。要进公安局？你可千万别去。我们刚到这边没多久，3队有个家属去了黑市，当场就被公安抓住，蹲了几天牢房，后来被咱们农场给保出来，开大会批评，还连累了他男人，2个人直接被打发回家了。何春平担心江庆想不开，真去了黑市，苦口婆心的劝他。江庆知道从他这里问不出什么，只能保证了几句后，各自回了家。一进屋看到傅少铎没躺在床上，他正坐在桌子边看书，旁边立着拐杖。江庆看见他这样，不由皱了眉头。怎么坐着？大夫不是说让你卧床，把腿支起来好得快吗？傅少铎视线飘开，一副干坏事被抓包的心虚样子。是该躺着，可我躺得实在难受，就下来坐着活动一会儿，而且腿上感觉好多了。腿伤好多了，难不成接骨粉的效果这么好？可就算效果好，也不能随意活动，万一加剧伤势呢？那不是白喝药了？那也不行，我这么尽心照顾你，好喝好吃的养着，就是想你能快点好，赶紧的回炕上去。好吧。他自己上炕有些费劲，江庆没管他。做了错事还想让我管你？不可能。江庆转身离开，去厨房做饭去了。午饭准备好，他自己一碗，傅少铎一碗。肉罐头是早上的慰问品吗？是的。他说慰问品有好多罐头，实际上只有5罐，他多说点，以后自己就能时不时的从空间里拿出个罐头来解馋。反正这些好东西都装在小仓库的杂物柜里，被我锁上了。万一哪天傅少铎心血来潮去看杂物柜里的东西，就没法解释了。吃完午饭，江庆打算睡一会儿。炕的另一边，傅少铎正在看手里的书，江庆正往傅少铎那边看，哪知他突然抬头，两人四目相对。江庆，你借的5本书放在哪里了？我手头这本快看完了，没别的书看，想借你的书看看。那5本书能放在哪儿？当然是放在空间里。江庆应了一声，装模作样的去找，同时他意念一动，那5本书就出现了。诺，在这里，我给你放在炕边，这样你想看的时候方便拿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两个人的对话客气极了。江庆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词，非常贴合现在的情境，相敬如宾。他们2个目前的相处模样，算是这个词的典范了。我要睡一会儿，你认真看书吧，非礼勿视。傅少铎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
一瞬间脸有些泛红。他低下假装看书。江庆没多大一会儿就睡着了。等他醒过来时，发现傅少铎仍在低头看书。我在睡觉的这个时间里，他就没抬起头过吗？还蛮听话的嘛。江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竟会突然觉得傅少铎这个样子有点可爱。他起来收拾一下，准备去地里干活。干活时小心点。我会的。对了，你今天还去养鸡场吗？去，我下午铲1个小时的地，然后就去总场。你自己骑车过去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的。江庆点头，心情莫名的好。被人关心的感觉真不错，尤其这个人还是我名义上的老公。江庆走到院子里，发现王维远在院子里干活。小王，上午辛苦了，我看你翻了不少地。王维远正在忙活着，听到他的声音，迅速站直身。不辛苦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见江庆要走，王维远几步走过来。嫂子，你等一下。这个女人意外穿书了，黄花大闺女的她竟然有个帅气的老公。这天她老公为了救小王受了伤，小王却趁着她受伤天天来家里找他媳妇，一声声嫂子叫着，一边献着殷勤。他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和票。嫂子，这些你拿着，给副队长买点吃的吧。这些我不能收，你们副队长也不会让我收的。嫂子，您就收下吧，收下我心里才能得劲些。王维远看起来都要急哭了。不行，不能收，你不用太内疚。你看，你又帮着种菜，又帮着盖鸡棚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要是再收这些东西，我可不好意思再让你帮忙干活。他觉得江庆话说的在理，没再非要江庆收下钱和票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菜种好，把鸡棚盖好，还有小鸡仔。总场那边有鸡场，我去帮你挑2只好养活的拿过来。不用，总场那边我下午自己去，你专心干活就行了。江庆说完，摆手就走了。王维远看着他离开，心里感慨万千。以前总听人说副队长媳妇是个搅家精，把副队长搅得不得安生，连提拔的机会都给搅没了。可这2天接触下来，嫂子人很好啊，虽然看着有些冷冷的，其实是个挺善良的人。下午江庆干1个小时农活，然后和带队干部请假去总场买小鸡仔。买完小鸡仔，江庆回去到了家门口。他四下里扫了一圈，周围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。他这才放心的把2只小鸡仔放进空间里，同时看了看空间里的鸡蛋。系统告诉过他，空间里的鸡蛋孵出来的小鸡长得快，下蛋多，不容易生病，还好养活。他去买鸡就是为了找个理由，为了能把空间里的鸡拿出来。江庆意念一动，空间里的鸡蛋上出现孵化2个字，点进去后，是否孵化？如果需要孵化，孵化多少只？孵化2只。好的。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江庆就看到空间里已经多出来2只毛色金黄的小鸡仔。江庆把它们2个转移出空间，抱着小鸡仔进了屋，兴冲冲的拿给傅少铎看。快看看，我抓的这2只小鸡仔很精神吧？挺不错的，看起来这2只都能好养活。那得看是谁买的，我保证它们一定能每天都下蛋。假如1只鸡每天下1个，2只鸡就是2个，1个月下来，咱家能有60个鸡蛋，咱俩每天1人1个煮鸡蛋，正好。哪有母鸡每天都能下蛋的？隔2天能下1个就已经很好了。以后咱家的鸡蛋都留给你吃，争取让你每天吃1个。你说的那都是人家的鸡，咱家的我保证能每天1个。我这2只鸡可是空间出品的，一定会很优秀。江庆把小鸡仔抱到院子，路上他还小声嘀咕着：你们2个可要给我争气啊，多下蛋，听到了没？小鸡仔太小，鸡棚暂时用不了。江庆找来个深一点的盆，把小鸡仔放了进去，按照养鸡的人交代的，他拿了一把小米撒进盆里。2只小鸡仔意识到有东西吃，马上低头开始啄米吃。江庆看着小小的2只鸡仔，心里不由软下去一块。太可爱了，我都想多养几只了。哎，还是算了吧，2只鸡的粪便还好一些，量不多没那么臭，养的多了味道得多难闻啊。王维远凑过来看盆里的小鸡，边看边夸：嫂子，这2只小鸡仔可真不错，肯定能养住。不错吧，算你有眼光。对了，咱那鸡棚明天能搭好吗？肯定能，嫂子要是着急，我今晚加班加点搭出来。那倒不用，没那么着急，明天能搭好就行。尽管忙活一下午，骑自行车从总场1个来回，但江庆一点都不累。吃过强身健体丸，这具身体的体能是越来越好了。时间还早，江庆扛着农具又去了地里。劳动多好呀，劳动的越多越好，系统给的奖励就越丰厚。等空间里攒足一大堆物资，我后半辈子的幸福就有着落了，连傅少铎的都有着落了。傅少铎是不是太幸福了？跟着我，他直接躺赢了。能不能把农场系统给傅少铎呀？我想自己躺赢。许久没露面的系统突然发声：宿主，请不要抱有无法实现的幻想，努力劳动，让生活越来越美好，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。这种成就感给你，就问你要不要。江庆不搭理系统，快步往田边走。今天下午江庆没来干活，大家都知道他请假去总场那边买鸡仔了，没人说什么。只有孙小妮，江庆不在，他认为自己表现的时机终于到了。下午他使出吃奶的劲儿铲地，可他上午已经很卖力的干活，
到了下午，身体有些吃不消，就在旁边休息。谁都没想到江庆从总场回来后还能来地里干活，看着他瘦削的身影站在地里，一下一下的挥舞铁锨，大家都被他这种全心全意为农场奉献的精神给感动。多么好的同志啊！所有心思都扑在劳动上，没有一丝利己的杂念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定要向江庆同志学习，要把所有的光和热奉献给农场。孙小妮他是不服气江庆的，觉得江庆就是故意整这么一出，好显得他多高尚似的。孙小妮晃拖着酸痛的身体铲地，看见江庆铲得飞快，她急得不行，也想快一些，但越着急越干不动，最后她手酸的拿不起铁锨，冷不防一铁锨下去，准头一歪，铲到了自己的脚。孙小妮嚎叫起来，把旁边的人给吓了一大跳。看见她抱着腿跳脚，大家明白过来，这是把自己给伤到了。尽管大家不怎么待见孙小妮，但毕竟是自己的同志，不能不管。于是带队干部指挥着2个人，把孙小妮抬去总场医院。孙小妮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怎么粘在我身上下不来了？天天没别的事，就只盯着我吗？天慢慢擦黑，一天的劳动结束了。何春平和吴丹听说江庆买了小鸡仔回来，都要跟过去看一看。江庆领着他们回了家，他把装在盆里的小鸡仔拿出来，指给吴丹跟何春平看，2个人都喜欢的不行。庆姐，你买的这2只毛色看着特别好，比我当初买回来的好多了。空间出来的当然好，我家小婷也大了，我也准备养2只鸡，今年算了，等明年吧。明年去总场抓2只。我这次去养鸡场学到不少，等你想买小鸡仔的时候和我说一声，我去帮你挑，保准养得好。那可太好了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3人又看着小鸡仔玩了会儿，便各自回家做饭去了。送走他们，江庆进厨房去揉面。晚上给傅少铎擀面条吃，再做个炉子，拌到面条里香喷喷的，完美。正忙活呢，外边传来张鹏的声音：江姨，我妈让我来给你送鱼。张鹏拎着一条鱼正站在门口，江庆走过去：江姨，这是我今天去河里摸的鱼，我妈让我送过来1条给你和傅叔叔尝尝。你今天摸鱼去了，还摸到3条？我和小虎他们一起去的，就在山后面。山后面有河？是啊，不太宽的一条河，但里面鱼很多，每次去都能摸到几条。不过我妈说危险，不让我总去。说到这里，张鹏有些消沉，看起来他很喜欢去河边玩，也喜欢摸鱼。小鹏，江姨也想去河里摸鱼，等周日休息，你能不能带我过去？当然能，江姨，你想啥时候过去，和我说一声，我带你去。他虎头虎脑，模样生得憨憨的，一看就是个老实孩子。江庆挺喜欢他。江姨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张鹏撒腿就跑了。张鹏这孩子确实太听话了，要是自己以后的孩子也能这么省心，该多好。我是怎么了，竟然会想到生孩子的事？江庆捂着发烫的脸进了厨房，